好的，大家好，我是杨老師。現在呢，我們正在學習的是 HSK 6級考前輔導系列課程，幫助大家全面的複習和準備 HSK 6級考試。那現在呢，我們正在學習的是 HSK 6級閱讀的第一部分，也就是我們的找病句。那通過前邊的3節課的課程，相信大家已經開始掌握了一些做題的方法，也就是結構和語法分析的方法。那我們今天這節課也是要去繼續做一些語法和結構的分析，希望大家跟着我們一起來做題，來做練習，来學習一些基本的語法的這个語法，還有就是結構分析的方法。那學會了之後呢，你會發現在做題的時候，你更容易找到錯的句子，你更容易找到答案。那麼我們現在來看一下，今天我們要學的這樣的一個結構，就是 A 是 B 這樣的一個結構。當然了，其實我們也可以說主語 subject 是 object 是賓語這樣的結構。那不管是 A、B 還是 subject、object 都沒有關係。那總體來說，這樣的一個句子就是什麼是什麼這樣的一個結構。那這個結構其實說起來是非常簡單的，比如說簡單的句子，我是老師，我是中國人，今天是晴天等等這樣的句子都特別簡單。現在是冬天等等。那實際上呢，在你真正去讀句子的時候，你會發現是字句可以變得非常複雜。怎麼複雜呢？是這個詞沒有任何的變化和問題，主要是 A 和 B 會變得特別長。那因為它特別長，所以你在讀的過程當中，你有可能就會忽略掉 A 和 B 不是完全對等的。如果你要說 A 是 B，A 應該和 B 是對等的，是等同的，或者是 B 是 A 的一部分，或者是 A 和 B 應該是完全一樣的。但是呢，因為它的句子 A 特別長， B 也特別長，所以你往往會忽略那個 A 的詞到底是什麼， B 到底是什麼。那有的時候你沒有辦法去發現這個句子其實是錯的。那現在呢，我們就要通過一些例子來研究一下 A 是 B 這樣的句子，它如果要錯的話，它都是怎麼去犯錯誤的。現在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題目 A、B、C、D 4個句子。那4個句子裡邊，老師也標出了紅色和綠色都是比較容易出錯的地方。那我們現在一起來看，那你在看的時候一定要去思考這個題目的答案應該是哪一個。首先我們來看 A， 在他的心目中，在他的心目中這個句子完全沒有問題，請大家一定要記住在什麼什麼中。童年跟大自然相處的那段日子，是自己受過的最好的藝術教育。那是我們看到了，前面是 A， 後邊是 B， 那 A 特別長， B 也特別長，所以很多同學很容易就分析不出來到底應該哪個是 A， 哪個是 B。 那實際上呢，的後邊往往是最核心的詞，最中心的詞，我們叫中心詞。童年跟大自然相處的那段日子，那段日子是什麼呢？是藝術教育。是什麼呢？是自己受過的最好的藝術教育。所以那段日子是教育，那你覺得這個是對的嗎？那段日子是教育。好，那這個句子當然是不對的，因為那段日子是一個時間段，是一段時間。那這段時間不能說它就是教育，應該說那段日子裡我受過最好的藝術教育，就是那段時間裡我受過最好的教育，這個是可以的。是時間我受過教育，但是你不能說時間就是教育，這個是不對的。所以如果幸運的話，你在做這個題目的時候，你先去看 A， 對不對？你看到是
你看到 A， 你看到 B， 你发现 A 和 B 不是完全一样的，那你直接選擇 A， 其實 B、C、D 你都可以不看了。在真正做題的時候，如果 A 是答案的話 ，B、C、D 你都可以不看，但是前提是你很確定 A 就是不對的。那因為我們在學習和練習，所以我們 B、C、D 還是需要看一下的。我們來看 B， 地球上最寬闊的是海洋，沒有問題。比海洋更寬闊的是天空，那比什麼什麼更寬闊的是什麼？這個也是對的，沒有問題的。比天空更寬闊的是人的胸懷，沒有問題。好，這個句子是正確的。那大家一定要記住，比什麼什麼更什麼的是什麼啊？這個一定要記住。我們來看 C， 頤和園是一座環境優雅、建築精美、舉世聞名的古典園林。那一般來說，像這樣的形容詞，我們要注意的是環境優雅、建築精美、舉世聞名，它們應該是並列的這樣的一個結構啊，這個沒有問題。那這個句子裡邊，頤和園是古典園林，有沒有問題？頤和園是園林嗎？這個是對等的嗎？沒有問題。它是中外遊客到北京的必遊之地。那它是A 是它是什麼呢？它是必遊之地，有問題嗎？它是必須去旅遊的地方，也沒有問題。好，這個句子就是對的。那我們可以看到，這個句子裡面有是，這個句子裡邊也有是，但是兩個句子不一樣，因為這個句子裡邊的 A 和 B 確實是對等的，但是這個句子裡邊它是不對等啊，這個句子裡邊它是不對等的。那我們也注意到，我們要去找 A 和 B 是什麼的時候，一般來說，在長的句子裡面的後邊就是那個中心詞，就是那個 A， 就是那個 B， 所以大家現在已經學會了一個精簡它的總結結構的一個方法啊。在是的句子裡邊，一般來說是這樣的。當然了，在我們的動詞結構裡邊，其實常常也是這樣的。那個主語什麼什麼的什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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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什麼什麼也是這樣的啊。當然了，在動詞裡邊，可能你還會看到一些副詞啊，或者是一些補語啊，它会更複雜一些。但是是的句子裡面就是比較簡單的，什麼是什麼。那 C 是一個很正確的句子，沒有問題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記住它。那我們來看 D。登山之前要掌握一些登山的知識啊，這裡面沒有人，可能就是我們啊。登山之前是時間，我們在登山之前呢要掌握知識，沒有問題，而且還要準備裝備，沒有問題，這樣才能更好的應對意外的情況，沒有問題。那這裡同學們要注意一下。應對意外情況，這也是一個固定搭配。同學們要去學習應對這個詞的意思，還有用法，還有搭配。應對這個情況，應對什麼什麼。那這個詞不但是在這個閱讀的第一部分裡邊有可能出現，那在第二部分也是有可能出現的。如果你不知道這個詞的意思，你可能就做不出來這個題目。所以既然我們在這兒學習到這個詞了，請你一定要記住它。好，那這個是沒有問題的。同學們在第四個句子裡面要注意一下，我們要掌握知識，還要準備裝備，那要什麼還要什麼，這樣的並列結構也是我們需要去注意的。後邊我們可能還會講到，請同學們在這裡也要去注意一下。那 A、B、C、D 裡邊 A 是錯的，你要記住它為什麼錯。那 B、C、D 是對的，你要記住它為什麼對。然後你多去讀一讀這樣的句子，這樣的話呢，你真正去做題的時候，你就會有一定的語感，然後你就会能夠做對這個題目。所以那段日子是教育是不對的，你只能說那段日子我受過最好的藝術教育。那這個時候就是一個時間啊。
這就是一個時間。好，現在呢，我們繼續做練習。首先，我們看 A，7月的內蒙古草原是一個美麗的季節。那剛才我們已經說過了，我們看到了是，我們去找 A， 我們去找 B， 对不對？那 A 和 B 怎麼找呢？你要看的後邊。那前邊 A 是什麼呢？的蒙古草原啊，內蒙古草原是什麼呢？是季節，對嗎？內蒙古草原是季節嗎？同學們一定可以告訴我，对不對？這個句子是不對的，內蒙古草原不是季節啊，所以呢，這個句子是不對的。那 A 是 B 裡邊這個句子不對啊。那如果我要說對的句子，我應該怎麼說呢？應該說內蒙古草原的7月是一個美麗的季節啊。那7月是季節就可以了，因為時間是時間。或者你說7月的內蒙古草原是一個美麗的地方，草原是地方，那就对了。所以这個句子有2個修改的方法。同學們，你們明白了嗎？那我們現在繼續看我們的 B、C、D， 它們都是正確的，對在哪兒了？一起來看一下。B， 為不是一個普通的量詞，為是量詞，沒有問題。它含有敬重的意思，含有什麼什麼意思？同學們一定要記住這個用法，這個沒有問題啊。C，一個志存高遠的人，必定將追求優秀作為自己的人生目標。那同學們在這裡看到了將，將有2個意思。第一個意思是表示未來，表示會的意思；第2個意思是把的意思。在這裡它是把。那這樣的一個人把什麼呢？把追求優秀作為目標。那同學們，這個句子其實就可以記住，這個句子對你來說很有用，把什麼什麼作為自己的目標。比如說，現在正在上課的同學們，把通過 HSK 6級考試作為自己的目標，當然不一定是人生目標，作為現在的目標。那這個句子你是不是已經記住了呢？這個句子有問題嗎？沒有問題，它是正確的。把什麼作為目標？好，第4個 D， 就像顯微鏡，將小事過分放大，大事卻看不見啊。這個句子沒有問題。好，那所以在這裡啊，我們要注意一下，在過去的考試當中出現過很多次這樣的 A 不等於 B 的情況，比如說草原不是季節啊，7月是季節，草原是地方。那後邊還有好幾個這樣的句子，它們的問題是一樣的。我們一起來看一下，看這個，深秋的香山是人們登高遠眺、觀賞紅葉的好時候。那你看，香山是好時候嗎？香山不可以是時候，香山是好地方。7月啊，深秋是好時候，所以你可以說香山的深秋是人們登高遠眺、觀賞紅葉的好時候啊，或者你說深秋的香山是人們登高遠眺、觀賞紅葉的好地方。好，那第3個，夏天的仙島湖是人們避暑納涼、讀書學習的好時候，對嗎？這個湖是好時候嗎？當然不是，這個湖是好地方。那夏天是好時候，所以你得換過來。那最後一個，青少年是一個人性格和智力發育的關鍵時期，也是一個人行為和生活方式形成的重要時期。那青少年它是人，它不是时期。你能說什麼呢？
你能說青少年时期是關鍵時期，這就沒有問題了。那在這裡老師講得非常快啊，老師讀句子讀得也很快，為什麼呢？因為這個其實比較簡單。我們已經告訴大家，最重要的方法是，你看的後邊，它們對等不对等？不对等，它就是錯的。所以你在看是的句子里邊啊，其中的一個問題就是 A 不是 B。你看一看，草原不是季節，香山不是好時候，仙島湖也不是好時候，青少年也不是關鍵時期，所以這4個句子都是錯誤的。那同學們如果以後再看到是的句子，是不是知道第一步應該怎麼去判斷了呢？我相信是沒有問題的。當然了， A 是 B 這樣的句子結構不僅僅有一個問題，不僅僅有 A 不等於 B 的問題，還有其他問題，我們一起來看一下。好，拜年是中國民間的傳統習俗。拜年是習俗，有問題嗎？沒有問題，是 OK 的，沒有問題的。拜年是，那我們說過了，如果一個大的句子裡邊有2個小句子，你要注意第2個小句子它的主語是什麼呀？如果沒有說，它就是第1個句子的主語。所以拜年是人們辭舊迎新，相互表達美好祝願。拜年是什麼呀？第2個句子裡面拜年是什麼呀？沒有名詞，沒有的，對不對？沒有的，沒有名詞，名詞找不到了，所以 B 出現了問題了，對不对？拜年是什麼？拜年是人們辭舊迎新，相互表達美好祝願的什麼呀？一種方式啊，拜年是一種方式。啊，所以前邊這個句子是對方式的一種介紹，什麼方式啊？是人們辭舊迎新，相互表達美好祝願的一種方式。所以呢，在這裡不是 A 不等於 B 的問題了，是 B 自己有問題，我們沒有找到名詞，所以這個句子就是錯誤的，這個句子才是正確的。大家有沒有發現這個問題跟我們在第2節課裡面學過的主語、動詞、賓語的那個賓語的部分是一樣的？明明它的動詞的後邊應該有一個名詞，但這個名詞就這個句子後面的部分很奇怪，我們沒有找到名詞，沒有找到的名詞，所以這個句子就是有問題的。那是字句裡邊也有一樣的問題。如果大家沒有看過第2節的內容，趕緊去看一下，我們會發現一樣的問題，就是這個後邊的賓語應該有一個名詞，但是我們沒有找到它，那說明這個句子是有問題的，這個句子就對了。所以拜年是一種方式，什麼方式呢？表達祝願的方式。好，那現在我們再來繼續看大麥茶。是將大麥炒制後，再經過煮沸，喝起來有一股濃濃的麥香味兒。第2個句子，大麥茶喝起來有香味兒，有問題嗎？沒有問題。大麥茶有香味兒，有什麼味道 ？OK， 沒有問題。關鍵我們來看第1個，大麥茶是什麼呀？沒有找到名詞。把大麥炒制後，再經過煮沸，什麼什麼沒了，沒有名詞，我們沒有找到大麥茶是什麼，我們只知道看到後面有一個句子，那這個句子就一定是有問題的。那我們可以看一下，大麥茶是什麼呢？它是一種飲品或者是一種飲料，它是什麼樣的飲料呢？是把大麥炒制後，再經過煮沸而得的一種飲料，一種飲品。那這個句子是錯的，這個句子才是對的。大麥茶是飲品。好，
那在這裡我們也看到了一個一樣的句子啊，電動車，簡而言之就是以電力為能源，沒了，不對，對不對？那我們注意 B 的後邊，如果我們說的句子是 A 是 B 的話，這個 B 一定要有一個，它是一個名詞或者是一個名詞的詞組，那你一定要找到這個名詞的詞組。那這裡我們說電動車是什麼呢？它是以電力為能源的車。電動車是車，是什麼車呢？以電力為能源的車。如果你沒有這個詞，沒有這個的車，那這個句子就是錯誤的。現在同學們是不是對於這個句子非常清楚了？那 A 是 B 的第一個問題 ，A 和 B 不對等，不等同。第二個問題就是我們的 B 它不是一個名詞，我們找不到名詞，那這個句子就是錯的。好，這是我們的式字句的第二個問題。好，現在呢，我們再來看一下這裡，人們居住在地球上，人們住在哪裡？沒有問題，是一塊天然的大磁體，在南極、北極有2個磁极。那我們說過，如果這個長的句子裡邊有2個小句子的話，我們要確定它們的主語是什麼。我們看一看，人們住在地球上，所以後邊這2個句子沒有主語，那我們就說它的主語是人們。那人們是一塊天然的大磁體，人們在南极、北極有2個磁极，對嗎？人們是磁體嗎？人們有磁极，有2個磁极嗎？這個對嗎？這個呀，其實是一個地理的知識啊，地理的知識。所以呀，这個句子是不對的。人們不是磁體，人們也沒有2個磁極，那誰有呢？誰是呢？其實是地球啊。我們說呢，地球是一塊天然的大磁體，地球有2個磁極，正極和負極。那這個知識可能我不太確定所有的同學都知道啊，但是我們要確定的是這個地理知識你還是需要去學習一下的。那在這裡我們要知道的是這個句子不對，人們不是磁體，人們也沒有2個磁極，那誰有？地球有。所以呢，後邊應該是地球是磁體，地球有2個磁极。所以這個句子最好的修改的方法是什麼呢？就是這個，人們居住的地球。那我們把這個句子改成一個詞組，地球是磁體，地球有2個磁极，那這個句子就沒有問題了。所以在這裡呢，的後邊的這個名詞才是我們的主語，地球是什麼？那這樣的寫作的方法，句子的寫作方法，同學們明白了嗎？那有很多同學呀，自己寫句子的時候就會寫這樣的錯誤的句子啊。那你要注意的是，如果你要去寫句子的時候，千萬不要所有的詞都放在一起，你覺得意思就明白了。一定要注意它的結構和語法到底對不對？什麼是什麼？地球是磁體。什麼地球啊？人們居住的地球啊，這個是我們的一個句子，所以它的問題就在於我們的 A 是 B 裡邊 B 好像沒有問題，但是 A 有了問題。A 到底是哪一個？那分句裡邊的 A 你一定要確定清楚，確定清楚之後，如果不對，它就是不對的。好，我們再來看一下。《富春山居圖》是元朝畫家黃公望的作品，這個圖是作品，沒有問題。這個圖以浙江富春江為背景，這個圖墨色濃淡乾濕並用，這個圖極富於變化，這個圖是中國10大傳世名畫。那
所有的小句子的主語都是這個圖，是作品沒有問題，以什麼為背景沒有問題，什麼什麼並用没有問題，賦予變化沒有問題。那問題在哪兒呢？最後一句，這個圖是中國10大傳世名畫。那我們在第3節課裡邊是不是講過這個啦？我們在第3節課裡面是不是講過，如果你在這個詞裡邊看到了4大呀、3大呀、5大呀、10大呀，你一定要搞清楚，一個的話，如果是一個圖的話，它是10個裡邊的一個，對不對？所以呢，你的答案應該是《富春山居圖》是中國10大傳世名畫之一。這個同學們要記住了，它是10個裡邊的一個啊，所以在你看到在你考試的時候，如果你看到了什麼10大呀、4大呀、5大、6大、8大什麼什麼的，你一定要記得，前邊如果只有一個，它就是之一；如果前邊都1、2、3、4、5都有了，那後邊就可以是沒有之一的。還有就是10大、4大、5大、6大，大家一定要記住，在这個中間不需要加量詞了。我記得之前我們看到過一個問題，就是他說的是10張大什麼什麼名畫，那中間不需要量詞，10個、4個大或者是3個大都不需要量詞。那還有就是你要考慮它是之一嗎？那這個句子我相信同學們從此以後都不會再有問題了。好，那然後我們再來看一下這個題目。A， 在怎樣獲得快樂這個問題上，孩子有時是我們的老師，在什麼什麼問題上，記住沒有問題，孩子是老師沒有問題，孩子是人，老師也是人，孩子是老師沒有問題。B，書中的經驗和知識，對我們來說，取之不盡、用之不竭的源泉。好，這個句子，同學們覺得對嗎？你再讀一遍，你看看這個句子對不對？書中的經驗和知識，對我們來說，取之不盡、用之不竭的源泉。那我們在這裡看到了源泉，對不對？看到了名詞，所以前邊應該是有是，或者是應該有一個 verb， 有一個動詞，但是這個句子裡邊竟然沒有，那它就是錯的。同學說，老師，我看到了對我們來說呀。那在這裡老師要告訴大家，對我們來說它不是動詞，它只是一個插入語，它只是一個小的短語，你可以把它拿掉它不是句子裡邊的表示動詞的部分，它不是，所以這個部分可以丟掉，可以沒有。那你會發現這個句子裡邊居然沒有動詞。那這裡是名詞，它是的源泉，它是一個名詞，所以你會發現這個句子就已經有問題了，它是一個錯的句子。好，那書中的經驗和知識怎麼樣呢？它應該對我們來說，它應該是源泉。經驗和知識是源泉這個你有沒有發現呢？也就是說，我們的 A 是 B 的結構裡邊，有時候有可能會遇到這樣的問題，它缺少一個是，因為你在這個句子裡邊找不到動詞，你看到了名詞，但是你沒有看到動詞，沒有 verb， 没有是，没有有，那可能它就是錯的，因為你不知道這個句子想告訴你什麼。所以這個句子是錯誤的，正確的句子應該是書中的經驗和知識
對我們來說是取之不盡、用之不竭的源泉。那你現在明白了嗎？既然你明白了，那我們要去看一看 C 和 D， 它們都是对的。我們一起來讀一下 C。我祖籍江蘇無錫，我的老家江蘇無錫，在上2代是江蘇武進啊。我的爸爸和爺爺他們是他們的老家是江蘇武進，就是今天的常州。江蘇武進就是今天的常州，有問題嗎？沒有問題。第4個，生活中沒有刪除鍵，好的壞的都是你人生的一部分。這個特別簡單，好的壞的是一部分，是你人生的一部分。OK， 這個也沒有問題。好，所以在這裡呢 A 是 B 的其中的一個問題就是我們突然發現這個句子裡邊有名詞，但是沒有是或者沒有動詞，那它就是錯誤的。那我們在前邊也發現過一個這樣的問題，對不對？我們在subject verb object 這個裡面，就是第2節課裡邊也發現了，有的時候這個句子裡邊竟然沒有動詞沒有動詞，它就是錯誤的。所以我們發現了這個錯誤，那 B 是錯誤的。好，在這裡我們要繼續看一下，南京古稱金陵，已有近2500年的歷史，它既有自然山水之盛，又有歷史文物之雅，兼具古今文明的园林化城市。它又是有好幾個小分句，所以我們每一個分句一定要加上它的主語一起來讀。我们来看第一個，南京古稱金陵，沒有問題。南京稱金陵沒有問題。南京有2500年的歷史，沒有問題。這也是南京，它有盛，它有雅，沒有問題。最後一個，它兼具古今文明的園林化城市，我們在這裡也看到了問題，對不對？我們看到了的園林化城市，但是南京它是一個城市，對不對？所以這個句子就是錯誤的。南京是兼具古今文明的園林化城市。那有同學說了，老師，你覺得這個句子不對，但是我在這裡看到了一個動詞呀，這不就是已經有動詞了嗎？但是同學們，你要注意的是，有古今文明，具的意思是有，具有古今文明，那後邊有一個的呀。如果後邊有了的，前面這個動詞就不能做句子的動詞了。還不清楚嗎？我們一起來看一下答案。南京是兼具古今文明的園林化城市。那這個句子是說，南京是城市，是什麼城市呢？是有古今文明兩個都有的這樣的城市。那兼具的意思就是兩個都有。兼的意思是有這個也有這個，是這個也是那個就是兩個都有的意思。那為什麼我們不能說具有南京具有這樣的說法呢？那如果我們要說具有的話，我們就不能用這些了，我們只能說南京兼具古今文明，就是南京它既有古代文明也有現代文明，那你就不能用後邊的園林化城市，這就不能用了。所以你要記清楚了，你看到了的了，等於說這個就已經變成了一個名詞，那這個裡邊的動詞就不能用了，它不能作為句子的動詞在用，所以只能是說南京是城市。那這個現在你明白了嗎？那同學們在這裡我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，在漢語裡邊這個有和是它經常會一起用。比如說
我現在說一個句子，他是一個有能力的人。他是一個有能力的人，或者我把一個去掉，他是有能力的人。我覺得很多同學呀都會說錯這個句子，就是他覺得有已經是動詞了，我不要是了，他有能力的人。那這個句子跟这个句子跟这个句子一樣，都是錯的。他是有能力的人。他是有能力的人，所以同學們在看到有一個句子，如果有是，如果還有還有是，你一定要小心了或者是說你覺得這個句子裡邊有一個有，但是可能沒有是，你也需要小心，它需不需要一個是，它後面有沒有的如果有的，有什麼的什麼，那這個就是一個名詞的詞組，它沒有動詞，你需要在前面再放一個動詞，明白了嗎？這個大家一定要小心，因為我們後邊確實是會看到是和有問題的句子，如果你看到了，要小心一點。好，那這個句子裡邊也是沒有是，它需要一個是，如果沒有是，這個句子就是錯的。好，我們在這裡再看一下，綠色植物是天然的空氣調節器和淨化器的作用。同學們看到這個句子的時候就覺得什麼是什麼，名詞是的什麼，沒有問題呀。但是大家想一想，綠色的植物是作用，對嗎？植物是作用嗎？那我們剛剛開始的時候 A 是 B 的時候，我們分析的是季節是好時候香山不是好時候，那樣的比較簡單的等同不等同的問題。但是在這裡我們有了一個比較難的，就是植物是作用，植物不是作用，植物應該有什麼樣的作用，明白嗎？這個我們一起來看一下。綠色植物它不可以說是作用，它應該說綠色植物是氣，是天然的空氣調節器和淨化器。這個植物是這個氣，是一種工具，那可以。或者是說綠色植物具有什麼什麼的作用。那這兩個句子都是對的，這個句子是不對的。現在同學們認真的讀一下，認真的想一想，老師的說法是不是對的？好，綠色植物是天然的空氣調節器和淨化器，或者說綠色植物具有這樣的作用。同學們一定要明白了，一定要記住了。那如果你在句子裡邊看到了作用，看到了功能，看到了功效、效果或者是比如說經驗等等這樣的詞的時候，它的前邊要說有什麼樣的功能，有什麼樣的作用，有什麼樣的效果，有多少年的經驗。那如果這樣的句子裡邊，你就不能再放是了。如果是和有這個時候放在一起，你一定要小心一點，它對不對？好，那現在呢，我們再來看一個其他的句子。那就是我的理由，為什麼我想提拔他。這個句子呀，我相信很多同學都覺得老師沒有問題，我們的語言裡邊我們就這麼說同學們在6級的書寫裡邊寫句子的時候，經常會寫這樣的句子，經常會寫錯這樣的句子。那同學們要注意，在這裡老師提醒一下大家，在寫句子的時候，你千萬不要用你的母語想，然後直接翻譯成漢語。你會發現呢，漢語的句子的順序和你的母語的順序
肯定是不一樣的，大部分情況下是不一樣的，特別是比較長的句子，一定是不一樣的啊。老師雖然沒有學習很多的語言，但是老師教過很多不同國家的人，所以他們可以告訴老師，老師，我的母語和你的這個漢語的順序不一樣。那在這裡，如果我們要用理由的話，理由這個詞，我們一定要注意，我們要怎麼用呢？好，看一看這3個句子是對的，這個句子是不對的。那就是我想提拔他的理由，那就是我做這件事的理由，那是理由，那是什麼理由？那是我做這件事的理由。同學們一定要記住。那還有，我可以說，那就是我為什麼想提拔他。有的時候我們不用理由這個詞，我只說那就是我為什麼做這件事情，這就是我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啊。那可以這樣，也可以。還有一種就是，那就是我為什麼想提拔他的理由。我可以放在一起，但是大家一定要記住，如果我用了的理由，不要放在後邊啊，要把這個理由放在前邊，把這個為什麼放在前邊啊。這個同學們一定要記住了，千萬要記住了。那這個句子不僅僅對你來說在病句裡邊有作用，而且對你來說，你自己寫文章你也容易寫這樣的錯的句子。所以在這裡記住正確的句子，以後千萬不要再寫錯了，千萬要小心啊。這就是啊，因為同學們常常會寫錯，常常會說錯，這就是我為什麼要去告訴大家的理由，這就是我為什麼現在要講這個題的理由。同學們明白了嗎？你們記住了嗎？好，這是我們的式字句。然後呢，到現在我們的 A 是 B 的這樣的結構的常見的問題，我們就已經講完了。我相信同學們在這節課裡邊一定是學到了很多東西。但是只是學習，做一點點練習肯定是不夠的。同學們要記得，下課之後多做練習，遇到問題來問我們。這樣的話，我相信你的漢語一定會提高得非常快，而且你的考試成績一定會特別好。那我們現在就到這裡，然後我們下節課再見。